说你最近抑郁了啊？公司自费安排员工体检嘛，小涛一听来精神了，不用花钱吗？蹦跶跑医院去了，最后1分钱没花，查出来26个病。我以为凭我的身体素质，最多就是个痔疮啥的，没想到来了个豪华套餐，我挺难以接受的。那你怎么不回家养病呢？就在我啥都不是的时候，是老板发掘了我，我想用我人生最后的余光，继续为公司发光发热，燃点我最后的灯火，为公司做最后的贡献。你还挺忠诚的。不忘初心。听他放屁吧，他嘎公司了算公司的，报工伤。虽然平时我们也不咋待见他，但是你说你看他那样的吧，这一走我们也确实有点舍不得。我们现在做的也就是尽量对他好点。行，姓迷糊的。这群同事虽然平常对我不怎么样，但到了最后时刻还是患难见真情。你早点这么对我，也不至于惹一身病。劲儿有点大了啊！你穴位不对，你按风车穴。你这是照顾照顾他们，都这样。谢谢，挺感动的。下辈子还想跟你当同事。倒也不必。哎，你说看他那样吧，同事们现在都开始自发的照顾小涛去了，就希望他临走的时候能接点同事们的好，想吃点啥吃点啥，想喝点啥喝点啥。这玩意儿没整。闯哥，小涛说他饿了，你去给他喂饭吧。我喂饭行，但是我今天早上来得及，我也没买饭呢。啊，睡，烫着我了。你等我走的时候，我带走你。你按脚。你还有什么心愿让同事帮你实现一下？闯哥，我想让你找个媳妇儿，结婚生子。都啥时候了，还想着你闯哥？孩子得随我姓，我不能没有后。你给我按。作为老板，你怎么看？小涛也算是要自立有自立，要能力有自立的老员工了。只一想到他要走了，虽然有点舍不得，但还是要积极的面对生活嘛。伟大的诗人泰戈尔。老板，那个小涛病历拿错了，他拿的是你病历啊。哎，老板，面对。外边下雪了，公司组织打雪仗，再给我同事们雪球全朝我一个人扔，你给我砸的青一块死一块的，这太欺负人了。那打雪仗嘛，活动活动养养身体，那被扔俩雪球都正常啊，怎么那么娇气呢？再说同事们都拿雪球打的，这不说明同事们都喜欢他吗？高人气吗？不知道。你这别高人气了，快给我砸断气了！老板一喊开始，那些同事跟农都开了意似的，那雪球都跟下雨似的朝我头飞过来，给我砸一头包，那现在还疼呢。这么夸张？我以为这两个阵营公平对决，没想到我自己1v30，不跟他们玩了。那我们也没规定必须打谁呀。他平时跟同事们关系就不好，招人恨。那曹操扔雪头都是同事们自发的呀，都不约而同打小涛。毕竟都是出来打雪仗，最好还开开心心的。那我一上学跟上了前线似的，枪林弹雨的，我怎么开心？我都跑了，说不玩了，那结果他们还在背后追击我，他还往我衣服里灌血，这不趁机报复吗？那就是个打雪仗，你咋能说那么严重呢？咋的玩不起了？那也不能往雪球里包东西啊，那有包石头的，还有包铅球的，还有包飞镖的，你就这么恨我吗？你看你这干什么啊？这确实挺过分的。那还有往里边包摔炮的，说有打击感，都爆破鬼才啊！打个雪仗，雪球都覆膜了，谁跟他们玩啊？那矿雪球太单调了，往里面加点东西嘛，多有创意啊！这是我们北方这边打雪仗不一直都这样吗？那怎么还不玩不起来呢？可以看一下你们的雪球吗？我放了点喜庆的，手捧雷吗？雷管啊！啊，打击感吗？叮当的。哎，你们这不打雪仗吗？为了打他，我捏雪球都捏出汗了。这么冷的天，等会儿该感冒了。没事，一会儿闯哥给你来点中国的威士忌暖和暖和，里面有枸杞、黄芪这些草本精华，冬天活动消耗大，来2口全身暖和，很得劲儿。喝点暖和多了。这趁热打铁干小涛去。你告诉他们，反正他们再不住手，就别怪我不够同事情分。这一股味儿，味儿就对了，我哪尿和的？不完了啊！听说你把老板气病了啊！那天开会，老板说自掏腰包给俺们发奖金，完了这小子一句话给老板整抑郁了。他说啥了？我就跟他说，你都穷成啥样了，还自掏腰包，有你这么穷的老板吗？这么说不太好吧？我这也是说到他心里去了，我这个人就实诚。那也太实诚了，这小子加班做文件，半夜2点都得上老板门口敲门汇报去。我觉得身为一个老板，就得24小时待命，老板都不用上班，那也可以不用下班。他这么折腾，老板能忍吗？一直就想开的，这也没开成。要开也是开他自己，我这样的人他都把我面进来，说明俺俩水平相当啊。老板听他说他俩水平相当，当时就崩溃了，就给他找活，打击他的自信。效果如何呢？老板更崩溃了。那活我本来也不会干，我就说不会。老板会骂你吗？骂我干啥呀？我要啥都会，我就自己当老板了。你为什么要留着这样的员工呢？都是老员工了，再说他也……老板，你就不能带病工作吗？有点集体意识行不行？老板的病情加重了。其实吧，老板不来，我们也挺爽的。其实小涛这人还行，能处。等会儿，大家都听一下啊，小涛非要我上班，那这周大家都别放假了，陪我上班吧。我他妈今天必须真实他。哎，他妈像个你像个傻。不是这个。
他们说你靠走关系才升职的。关系户呗，要不升职能轮到他吗？他是老板的亲戚吗？亲戚啥呀？他跟老板他妹儿处对象了，光宗耀祖了。这都是他们嫉妒。再说，你看我不像有能力的人吗？不像。他现在不和同事们坐一起了吗？哎，人家现在身份不一样了，这拿桌子自己出去坐去了，集体合群吗？身份不一样了，和一般同事坐一块儿，外人容易误会。老板的妹妹能看上他，是因为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吗？得罪过人呐。关键现在办公室也没人愿意搭理他，也不知道那小姑娘怎么就能看上他。就一到中午，天天就搁那块儿都给他对象打电话，腻腻歪歪，像舔狗似的。就搁那小屋，你去瞅瞅去。你吃榴莲，我会皮儿生挺花。你下次进来敲门。你这着装怎么是西装配秋衣呢？我这不刚升职3天吗？网上买的衬衣跟发蜡还没到，这气质还没跟上。要不你们等我衣服到了再来，你现在有损我形象。现在在公司担任什么职位呢？那这么跟你说吧，我一句话就能让他们丢饭碗。伙食采购呗，他给俺们订午饭的，一整就订点螺蛳粉、臭豆腐啥，谁愿意吃？没看俺们现在都搁家带饭呢，我饭盒。你知道大家对你有意见吗？他们就是嫉妒，那我升职根本就不是靠我大舅子的关系，大舅子。就是我老板。其实小涛也算是要资历有资历，要能力有资历的老员工了，就是气质没有跟上。能说说你妹妹和他怎么在一起的吗？我妹妹这个人比较暴躁，一般人受不了她，但是小涛不一样，她比较包容。她比较抗揍。你为什么在厕所办公？啊？他那屁像过期了似的，这现在又开空调，俺们也不能开窗户透气儿，俺们实在受不了他了。所以就把他撵到厕所了吗？这关键他现在他不光放屁呀，他是连吃带放的。螺蛳粉也不让吃，屁也不让放，管这么宽，总排挤我干啥呀？俺们也没排挤呀，这关键俺们是属于是紧急避险。再说我们是来干活来的，也不是来跑图来的。吃喝拉撒人之常情，谁放屁不臭？他就是矫情。他本来他就愿意吃臭豆腐、螺蛳粉啥的，本来就臭烘的。这回再经过他2次1加工，那放出来那不属于是2手屁了吗？那味儿呢？你说能新鲜吗？你就不能考虑一下同事们的感受吗？那我找老板掏腰包给他们买口罩了，还想咋的？那咱还得再买批护目镜啊，他那玩意儿辣眼睛啊。他觉得自己很幽默吗？我觉得他说话就是太夸张。哎呀，你还行吗？小王拿瓶水，喝点水压压。这小子是放屁挺隐秘的，他总在就是每一个动作掩盖下，他就偷摸补一下子。有一回啊，老板开会训俺们嘛，这小子补一个屁，直接给俺们跟老板都干冷静了。那他不想回来办公吗？那我总在这儿办公也不是个事儿，你这离这么远能听哎，见吗？你别过来！他自己怎么没事呢？可能自己有耐屁性了呗。老板没采取措施吗？老板也愁呢，这现在物业都找俺们说俺们这一层假完超标。都是老员工了，这也不能做太绝。我准备调他去公司田径队，为什么？屁是可燃的嘛，给他后屁股点把火，他跑得肯定快。你怎么在楼道办公？啊？让我给撵回去的，他那嘴的把不住门，老跟领导打俺们小报告，多他妈烦人。那也不叫小报告啊，那叫汇报。我小学就是纪律委员，那老师和我最亲。关键这小子愿意添油加醋。我有一回点那个烤羊腰子，他妈到处跟别人说我肾虚，这事我也不知道啊。后来有一段时间，我一来公司，那些女同事都朝我笑，我寻思咋的了？我桃花来了，都喜欢上我了，可能。后来我知道这笑话传开了。那我是有依据的，他冒虚汗。我看你好像也有点肾虚的样子。我想把你嘴封上。前天我在楼下不接的那个招聘传单吗？那这小子看到，他就非跟老板说我要跳槽，这整那些老板那天差点给我开了。他妈有的时候我真想给他声带给他宰了。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他要是没那点破事儿，也不至于这么激动。他这么爱打小报告，老板应该挺喜欢他吧？也没有，反正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，老板那点小爱好，公司人全都知道了。什么小爱好？老板又找了个漂亮女秘书，还送了个项链，新的。哎，都是老同事了，打打小报告也没什么。听说你找了个漂亮的女秘书啊？漂亮吗？我不知道她漂不漂亮，我这人脸盲，我更看重她的工作能力。还送了金项链，是自掏腰包吗？你们出去来，你们出去，哎，你是不是停着你的采访来，不要停是不是工作停，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。